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 JCK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PS 相对新的一个功能，因为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没有用过这一个功能。那我跟大家简单的也算是做一个小科普吧。然后我随便举了一个例子，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功能叫什么呢？就是 PS 的一个算是新功能吧，叫协调，也就是 Harmony 这个功能。但是它也算不上特别新的功能，因为早在2025 beta 版本里边它就已经出现了。简单说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把一个不相干的东西融入到这个场景里面，它会从光影、从这个颜色上等各方面去匹配进来，让它融入到这个场景里。简单理解就是这样。但我跟大家演示一下，因为我是随便找的例子，花瓣上随便抓过来的，所以可能还是有点瑕疵，大家看这个意思就好啊。看几个例子，大家看这个杯子，在这个场景里边，大家觉得融的怎么样呢？肯定还是有瑕疵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相比一下原图，大家对比一下，这就是我一个拼记贴进来的样子，是不是明显感觉到格格不入？但是看我们协调完之后的感觉，是不是会好很多？因为现在融图的方式已经有很多了，但我认为如果所有的操作都能在 PS 这个软件里边去完成，那还是非常方便。我不能说它是最好的方式，但是我认为它是非常快的一个方式。再来看一个例子，这个芒果，你看它的光影，包括它的这些影子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是可以的。你看它是怎么做这个影子的？它是会自动判断。你看旁边这个盘子，它的影子是不是在它的前方？就说明它的光影是从后面的这个地方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后边这个窗户进来的，所以它就判断出来了这个样子。那我们看原图是什么样子？原图依然是一个光影不太协调的这么一个白底图。OK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。好，大家看，这是我融完的这个图，大家感觉光影啊这些质感好像还可以，对不对？至少一眼看上去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光影这个逻辑上的错误。但我们看一下原图是什么样子呢？原图又是这样，非常格格不入，甚至你觉得这个奶茶它是漂浮在空中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做完之后呢，大家看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怎么样快速的做出来这个效果呢？好了，我们不卖关子了，大家跟着我的操作一步步的来吧。我们就拿这个杯子为例吧，我重新做一下这个例子，复制过来一层在上面。好，我把它关掉，然后呢，你点开这个图层，就是点击一下它，看到吗？提示出来的这个对话框里面，它现在新多了一个功能，在这里叫协调。好了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，我们只需要点一下协调。你看它是在生成图片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创程式填充，不过它在这里会更加的照顾到这个光影以及色彩跟环境的融合匹配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它生成了3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它的产品基本上是没有变化，但是在这里光影上会有一些变化，我们随便选其中的一个吧。假设我们就选这一个了，我给大家展示方法，我们不去太抠细节。OK， 那你说这个好像也不对呀，对吧？我们看我们刚才的例子是什么样子？刚才的例子是这样，它好像还是有光影的感觉在这里。好了，这里就是我跟大家想说的知识点了。现在我们只需要让这2个图层去做一个融合。怎么去做融合呢？我们保留这个图层的这个蒙版不要变，然后我现在 Ctrl+G 给它打一个组。好，这个层对吧，我们可以叫它原图层，对吧？这样给大家看得明白一些。这个呢就叫光影层。我现在让光影层里面给它添加一个蒙版。好了，这里大家就顺着光的方向去给它添加画面的光源。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呢？就是你看，先摁一下 G 这个渐变工具，线性渐变吧。
光是不是从后边这样过来的？所以它在顶层这一部分一定是有光的，所以我让下边的这个图层显现出来，我给它拉一下渐变，哎，能看到吗？这个其实就是后边的这个图层我给它显示出来了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光源在原图层上一直都有，只是我们运用我们摄影光线的原理，我们要分析出它在哪里是上光位，哪里是合理的位置，甚至这里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给它一些光源。你说这边不对呀，老师，你这边没有光源呀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这里给它光源呢？是因为你要把它带入一下我们真正的商业拍摄里边，我们在正面一定会给它补光的，对不对？只是看你补多少，如果你补的太多了，它也有点假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给它适当的补光就可以。当然你还可以用中心渐变这个，你看一点点的，能看到吗？我是一点点的这样过来，我不是全部的，是逐步的少量的。在这边你可不可以也给它补光呀？当然可以。你假设一下，你在这里有一个条形的柔光箱或者一个单纯的反光板，依然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这里也有一些了？然后你说这个金属条我认为是很重要，我想让它都显示出来，当然没关系，你还可以切到画笔工具，我们给它大一些，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试一下，对吧？当然我这擦的比较厉害了，如果你想单纯的让这个地方金属条露出来怎么办呢？ OK， 切换到原图层，我可以快速的把它选中吧。我在这里没有用钢笔工具，我就快速的给大家抠一下，大家重要的是看我们这个思路。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给它来一个黑色画笔，是不是这个条就露出来了？大家现在再看一下之前之后，之前之后，它是不是还是比较好的融合进来了？当然你说如果这是你自己真实的产品，你说它的固有色对不对呢？你先不用管固有色的问题，先把光影关系确定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假设你说我的产品是更粉一些，但是这个粉里面好像融入了更多的黄，为什么有更多的黄？因为它有很多的环境色，这种木色，对不对？融进来了。你也可以单独的再来一个，比如说色彩平衡吧，对吧？我可以给它适当的去调一下颜色，这里我不去做细调了，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啊。比如说我给它一些粉，但在这里我要给它一个把产品融入进来，我们不要干扰到背景。这个操作能明白吧？这个应该是不难的，我在这里不详细讲了，就是给它做一个蒙版的意思。好，在这里你看，能感受到区别吧？颜色就是说你的产品是什么颜色，你就可以通过后期的找补回来。但是一开始不要马上去纠结颜色，不要说现在颜色不对啊，先把光影搞定，然后再确定颜色。好了，现在它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多完美的作品，但是在你去做一些电商的快速演示、快速融图的效果里边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当然了，最后也跟大家做一下广告，就是我的 APP 上，你点进去我的首页里边有一个美食拍摄的一个预约功能，大家可以预约一下，我后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非常有用的干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